这都3更天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呀？这白日里马不停蹄的忙，夜里又成宿的熬，就算是夜。我把这些写完就睡。你别算了，这眼底都发青了，再这么熬下去人都没了，快睡觉。落在心上的花，比雪更微笑。为什么呀？若是你想我了，就回灵王府找我。只是别告诉你花姐姐。可是花姐姐也会想你的呀。哥哥，你别走好不好？之前那个戴面具的坏人把沈焕抓走的时候，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要是在，肯定能把那个坏人打得半死。芍药，对不起。搬的时候都注点意啊，别摔了。哎，快着点儿。陆叔，哎，哥，都放到北角的库房里吧。还有前些日子送来的那张床，也一并锁进去了，放在外面百战地方了。哎，慢着，慢着点儿，慢着，慢着。那床是芷儿和燕先生一起千挑万选买的，运回来的那日多欢喜，就等着摆进新房用。谁曾想，本想着芷儿这次终于找到一个好的郎君，我连鸳鸯被面都绣好了。芷儿，那些东西没事儿，眼不看见，心里倒还清静些。酒楼事忙，我先走了。娘，走了。二位里边请。去楼上吧，楼上有雅座。哎，好，楼上请吧。哎，二位用好了，好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这沈小郎君倒是勤快，跟从前判若两人。平日里跑堂待客，晚上打烊了还去厨房帮子东收拾盘点，天天深夜才回去。好嘞，马上。月末多给他发些工钱，你得空了也去看看沈老夫人，看一下她还少什么吃用。知道了，姑娘。乔儿，我们的菜呢？哎，好，我帮您催一下，您别着急啊。哎，这不是沈衙内吗？这有些日子没见了，当你上哪快活去了？居然来了这指明楼！哎，他可不是来这快活的，瞧他这身小打扮，竟像是天生就活该当跑堂啊！几位就算是要叙旧，也先里边请吧，在这儿堵着，东家不好做生意了。谁能想到这从前纵横皇城的沈二郎，如今竟成了个膝盖打弯的门影？来，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爷赏你2个字，好歹叫你兜里能听个响。多谢这位客官，里边有雅座，我领几位去。这边来，请。
我还以为这沈小郎君会把铜钱砸回那纨绔脸上。这人心是脏的，钱圈不脏。要是半分脸面都丢不下来，怎么在红尘俗世里找安身立命的法子呢？我的马！马！什么东西？扎死我了！神，这马上哪来的神啊？我马住了！哎，我的，好一点，帮我跑点！叫你们欺负人！你下手这么狠啊？穆先生说过了，要行侠仗义。那就多谢芍药大侠了。客气客气。这么晚了，你还在备课呢？明天要开新篇，要背得细一些。那些猴儿总是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。堂堂榜眼，当个足学先生还真不容易啊！哎呀，我是太累喽！哎，真是累得连路都不想走了。不如今天我就跟你睡一床吧，跟小时候一样，张三哥俩还能多说会儿话呢。又耍赖皮。哎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小时候我住你隔壁的时候，那是根本睡不好觉啊。你每天5更就起来读书，呵，那声音，我恨不得都拿东西把我耳朵堵上，再或者，我都想干脆直接给你打一下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，每日都是你睡到日上3竿，还要娘拿着棍子逼你起来吃午饭。娘可舍不得打我好吗？哪像爹一样啊，直接一棍子抽得你下不了床。啊！我小时候啊，只觉得你特别可怜，每天都要被逼着读书，就连看个皮影戏，好像都是什么天大的罪过，都要被祖父罚站2个时辰。我呢，贪玩，不肯读书，就连我出去逃学去打马球，回来爹娘都得帮我瞒着，生怕挨了祖父的骂。其实祖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我那个时候啊，就觉得兜里有花不完的钱，在外边就算闹翻了天，也不会有人真正管束我什么。我便觉得，好像一辈子就这么过了。我小时候真羡慕你，无枷锁负心，自由自在的。谁又能自由自在到底？如今我才明白，天是会塌的，钱袋里也不会自个儿生出铜子来，活着也是真难。别怕，还有大哥顶着。啊！我都已经稀里糊涂快活10多年了，哎呀，跟你比，那是占了太多便宜。从今往后啊，咱们就一个担子2个人挑，我替你分担一点，让你轻快一点。啊，我最近挣了好多赏钱啊，我应该买一个。
夫人们早就张罗着为你设宴，你这般悄悄离开，他们定不饶你。沈七如今也在咱们家，郑先生是细心的人，定不会大张旗鼓出人心事。以沈榜眼之胸襟气度，向来不会介意这些。但是，在世人跟前炫耀，非君子所为。待我去后，帮二姑娘再替我向家里人告别吧。贵溪县离这数百里之遥，你孤身一人前往赴任，你万事小心。林姑娘放心，我郑芝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天色不早了，你快走吧。到了任上，记得写个信来报平安。林姑娘、大姑娘，若无二位知遇之恩，郑某早已是街头恶殍，再造之恩，无以言谢，请受我一拜。好会。哦，小点心。今日良价，1斗稻米500文。100文，昨日才300文，怎么一夜之间涨这么多呀？哎呀，这恰比一天比一天多，那也不是由我说的算的呀。哎，您不信您去别家瞧瞧，嘿，那还有卖700文的呢。700文，700文，漂亮！你几个人给我装1斗白米，麦粉也要2升。行啊，钱呢？给。哎，您里边请。您也要，老爷子。好嘞，里面招待着。有钱给我来蛋。还有没有？给我来半斗米。好。太贵了。今日这是又换新菜了，并没有，只因那些菜都做不成了。水晶块里的海鱼，山珍会里的菌菇，还有鹿茸火腿，这些现在都买不着。就连日常卖牛羊肉的铺子，价格都疯涨了5成，还一眨眼的功夫就被抢没了。可不是，我方才满皇城跑了一遍，鱼虾鲜货如今是别想了，就算有，那价也抬到天上去。怎会如此？今年大旱水运不畅。许多食材都烂在了路上，自是气候可居。如今可是有传言要大旱3年。你怎么知道？皇都人人都说天道不济，市民楼也要多囤些东西，不然往后只会愈发短缺。何止于此，
要是再这么下去，百姓恐怕是粮都吃不上了。说是请咱吃饭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这花掌柜请我们吃饭，也不知道干嘛。走吧。各位掌柜，今日拨冗前来，指明楼蓬荜生辉。大姑娘，按照现在的行情，这一尾鲟鱼价已经翻了10番了吧？不瞒陈掌柜，今日宴席，我们指明楼可是下了血本了。唉，再这样下去，我那半山楼恐怕就等到年后关张喽。陈掌柜不要泄气，今日把大家请来这里，就是想要商议此事。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皇都酒楼如今都举步维艰，如今之计唯有自救。可如何自救？皇都食材多是附近几州所产，今年3州干旱，物以稀为贵，市价自然就飞涨。但是南方的物产丰富，运河水路也都通畅，于是我与明下边商议，指明楼愿出钱建船，走水路采买4方食材，以保皇都酒楼供应。只是咱们指明楼啊，势单力薄，不知各位掌柜能否支持一二？果真市场鸿门宴啊，找咱们要钱来了。水院跑漏我们没有碰过，大姑娘这双脚恐怕也没有踏上过甲板吧？这一个浪头打来，能吓得你3魂丢了7魄。到底行不行啊？朱掌柜，我自幼便随祖父游历4方，乘过江船，也坐过海船，这大风大浪也见过几回，算得上是有些见识。若今日大家愿意相助，我愿亲自带领船队走这头一遭，打通这水上的商路。但若大家不愿意相助，我也不强求。指明楼紧一紧腰带，也是买得起这船的。只不过到时候这些食材带回皇都，价格就全由我定。大姑娘，我可没说不出这钱啊。大家放心，筹钱建船，指明楼愿出6成，就算亏了，也有我们顶在前头。划算啊！各位，菜都凉了，也不急在这一时嘛。来，先干一杯，咱们再慢慢聊。陈掌柜来了，白掌柜、花掌柜，我谢，辛苦了。这次的生意啊，全靠你们2位了。把钱拿过来，来，我的全部家当都给你了。是吗？我的分了。好礼了，黄金5万，白银3万之间。记得。朱掌柜，谢谢了。丞相，这可是我全部的身家，这一次暂且相信您。你可曾出过海？回少侠，小人世代愚民。你可曾出过海？裴小姐出了，我以前扛过货，一次能扛500斤。我以前当过船长，拉班也是1等1的好几次。不然怎么样？我还是头一遭见这传播司的公文呢。自皇都出发，往下游5日便到煮州，再往东走能到建宁。倘若继续南下，3日之内就可到达金阳。那这第一趟航程得先到煮州，到底近些少些风险？煮州虽近，倘若到此为止，倒像是兴师动众白跑了一趟，不如继续南下到达金阳。这里4通8达，陆运水运都十分便利，而且各地的物产都汇聚于此。倘若途中顺利，10日之内回程就能到达。咱们把食材冰镇着，没有问题。金阳不就是荣姑娘嫁去的地方？我就是存着这一点私心，想要顺路看荣妹妹一眼。但是大姑娘打算亲自去？是，这新船首航啊，我要是不跟着，心里不踏实。大家都把钱财交给了我，总不能白白打上水漂。姑娘，你放心去吧，楼里的事交给我和明夏便是。头儿，就是这厮拿着果子到处骗小孩，教他们四处传唱。是啊，他斗大的字都不识几个，哪有编歌谣的本事？他还有几个人，就是每天领钱卖命啊。把幕后给钱那个人给我揪出来，看看到底怎么个问题。是。
查到那歌谣的源头了？是。燕西，这次又得劳你出趟远门了。臣分内之事。我听说那花家姑娘甚是了得呀，筹资买了条商船，准备在水上经商了。你可知晓？臣与她断绝往来已久，并不知她最近忙于何事。燕西，伯父也曾年少过，儿女情长的事，时间久了，自然就成过眼云烟了。好了，去吧，当散散心也好。谢陛下体恤，臣即日启程。哎，前几日我找人做了几副簪子，你一只，给你荣妹妹一只，真好看。好看。芷姑娘，哎，蓉儿不在，我闲着没事儿做了几身衣裳，还是比之前的尺寸做的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是胖了还是瘦了，合不合身？姨娘不必牵挂，要不然我找一个画师，把蓉妹妹穿衣服的样子给描下来，带回来给您看。那倒不必，只要蓉儿过得开心，我便足矣了。我记得荣姑娘爱吃铺子里的豆沙饼，这东西放的，所以我叫人拿了几盒回来给荣姑娘捎去，也让她尝尝家中滋味。放进去吧。嗯。还有这些。蓉儿这个人啊，平时离不开画本子，这是《红绡传》新出的10回，省得她到时候牵肠挂肚。这都折角了，自己也没少看吧？你说一下。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这一段我总是背不下来，可是不练他们都会背。不要急，你起步比他们晚些，如今能学这么多已是不易。这样，先生再为你讲一遍，你想清楚了其中的道理，定能背得顺当，好吗？学之宗旨，在于品德光明。大学之道，亦是为君之道，要将百姓冷暖放于心上，要以至善之意处事待民，知道了吗？再看这里，到处找阿简没见着，原来先生在给他开小灶。阿简，还不快谢谢先生对你这般用心。多谢先生。你要亲自南下？是，眼见为实。这航线啊，我不亲自跑一趟，心里不踏实。那我陪你去呗。那可好，我有不便出面的时候，你便是经理来的沈掌柜。你要出远门？对，姐姐要和沈先生一起出趟远门。花姐姐，我也想去。阿简跟我说，他从小就没离开过皇都，他性子闷，多出去看一看也好。当初花先生常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于心性于眼界都是极好的。那你要快准备行囊，我们明日就出发。好，谢谢花姐姐。姑娘，江上风大，小心着凉。风大好行船。
那船上的旗是花家的旗，芷姑娘有自己的船了。他做事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头儿，水贼们都抓住了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打花家商船的主意？放心吧，头儿，芷姑娘没被惊动。盯紧一点，这运河上下不太平。是。赶紧进去吧，要下大雨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大姑娘，你说的不错呀，这天有暗云，水有暗波，风雨要来了。走吧。嗯。咱们把帆降下来吧。好，去招呼人把帆降了。啊，好。也告知下后面的船，让他们也降帆。啊，好。降帆了啊！降帆了，降帆了！快点，快点，降帆了！你们几个别磨蹭了，快点降帆，降帆！喂，喂，降帆了，降帆了！风雨要来了！祖父，如今我也能航行四方了，再也不必惧怕风雨。